音乐让人快乐，音乐也让人沉醉，音乐让人兴奋，音乐也让我们沉静。我时常好奇着音乐的魔力到底是从何而来。跟很多人一样，我从小就喜欢听音乐。我记得我小时候拿到的第一个可以播放音乐的机器是一台我姐姐用来学英文的收录音机。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喜欢听什么音乐，所以我就在上面那个拨钮啊、旋钮乱转乱玩，找调频、调幅、短波随便转。除了找寻我听到的音乐之外，我还注意到频道之间有一个很神秘的声音。这个电台播放的声音就是一连串的无意义的数字。有时候我听这无意义数字，我反而比听音乐更着迷。我在想着这些声音是从谁放的，要放给谁听，要传递什么讯息。那时候是戒严的年代哈，虽然我年纪小，不过我还可以感觉到那样的气氛和知道这种讯息可能是什么。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才证实到，据说这个是台湾的情报单位向潜伏在对岸的情报单位传递讯息，而这些讯息用收音机就可以听得到。也就是说，声音它不但有它音乐的魔力，它还可以传递讯息。我想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听收音机的经验，让我长大之后还继续对研究音乐和声音的文化感到兴趣。音乐和声音有它的感情，音乐也藏有它的讯息。音乐里也可以和声音也传递着意志，因此，声音和音乐里当然可以产生文化。要解释这点，我想用几个例子来各位说明。先请各位听2段录制于城市的声音，录制于2个不同城市。我们先来听第一段。好，这是第一段，我们来听第2段。这2段声音，一段是录在台北，一段是录在印度的德里。我想大家一定猜得出来哪一段是德里，哪一段是台北哈。台北虽然是一个嘈杂的城市，不过台北的驾驶人使用喇叭还是蛮含蓄的啊。然后德里的喇叭声，那不但是绵密没有缝隙，而且还有多种音调。几年前我有个机会去拜访德里，除了领教到德里那边的汽车喇叭声之外，我还发现那边的货车背后都喷有这样的字样 ：“Blow home”， 意思是请对我按喇叭。几乎每一辆卡车背后都有这个字，所以我在想着，也许喇叭声的意义在台北和在德里是不一样的。在台北，我们会觉得被按喇叭是被骂了一句脏话，在德里它应该不一样。我想它应该有一种意思是说，你按喇叭其实提醒旁边的驾驶人说，我在这里，请注意我，这样子大家都可以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下。他按喇叭反而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礼貌。那次在德里的拜访，我还去拜访了当地德里的一个声音艺术家叫易许，他对我的说明证实了我的猜想。他说他对德里的感情就来自于德里的这些喇叭声音。他甚至取样了很多德里街头喇叭声创作。
这里头大部分的声音都是汽车喇叭声。汽车喇叭声原来是吵杂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作品里头，你可以感受他里头的对那种感情，是那种温暖和甚至感觉到那种爱，可以说，甚至他把这首歌的副标题就叫做《献给德里》，你可以感受出那种德里对他来讲已经不只是声音而已了，同样的，在台湾也有一位艺术家使用台北街头的声音来创作，他是彭业生 Yannick Dobby 定居在台湾已经10年的声音艺术家，在台北定居这10年中，他是跑遍全台湾去采集台湾的声音，包括自然的、工业的、街头的声音都有。然后他也使用这些声音来创作，他曾经用农历7月的台北的声音做了一首曲子，叫做《鬼月》。它其实是好几段声音，组成的一段声音。这里头音乐成分其实很少哈，可是我相信各位听到这段声音，一定会涌起很多感觉。7月的那样的喧闹、庙会的游行，还有甚至7月的那种温度，或者说不定你有一段曾经有一个街上的过去的想象，都会涌现在你的心里。也就是说，这些声音它并不是以我们物理上解释的只是声音的震动而已，它在我们心里头其实它牵动了很多我们的记忆、意识和情绪，而且声音它不只是关乎个人的记忆的，它可能也跟历史有关系。我想借由一个例子，刚才已经破梗了一点点来说明这个声音跟历史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这段声音是有一首歌的前奏就前奏而已。它是台湾艺术家邓兆明的作品，叫《唱还是不唱》。虽然只有前奏，不过我相信在座可能很多人听了前奏，可能心里头已经开始跟着唱了。没有错，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雨夜花》。邓兆明用这个作品想要谈的是雨花它曲折的命运和身世。《雨夜花》这首歌最早发表是在1934年，作曲者是邓雨贤，作词是周天旺。这首歌的诞生多少跟那时候台湾在日本殖民之下产生的一种台湾人要唱自己的歌的意识而产生的歌。而这首歌在当时出版的时候也的确流行过一阵子，但是随即在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然后，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实行了皇民化运动，
这首歌就被打压了，被禁唱，但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这首歌叫《荣誉的军夫》，也就是一首原来是要唤起台湾人主体意识的歌，变成了号召台湾人去加入二战、为日本天皇效命的一首军歌，完全变成一个相反的意义的歌曲了。在战争结束之后呢，雨月花当然也跟着解禁，然后台语歌曲在那时候也曾经有一番荣景，可是随即它又被禁唱了。因为那时候政府推行国语运动，所有的方言歌曲全部都被打压，这首歌又被列入禁唱之列。但是它同样的，它也没消失，它还是在很多人的私下传唱着。尤其是在80年代的民主化政治运动里头，这首歌甚至在社会运动里作为一种凝聚运动向心力的一首歌曲。从这首歌里头我们可以知道从他这种一首这样的歌曲，它如何是他的集体潜意识，它在里头是如何转变的这样的历史过程。而且我相信我们在每次演唱和发声的过程里头，我们都在传递这首歌的历史和它的共同意识，甚至我们在唱它的时候，我们也为它添加了新的意义。我想说的就是说，每一次发声和每一次聆听这个过程，它不只是一个当下的感情而已，它其实跟我们过去的历史、过去的记忆是有关系的，甚至它也跟我们的未来、我们未来要走的方向是有关的。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